联合国安理会连续举行紧急会议，审议乌克兰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俄罗斯将军队撤回。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都要保持克制。中方相信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大门没有完全关上，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高度注意安全，不要恐慌。在乌中国公民可在车身明显处贴国旗。针对俄乌局势，联合国安理会周3晚召开3天来第2场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一开始激动地向普京直接喊话 ：“Stop your troops from an offensive to Ukraine. Give peace a chance, because too many people have already died.” 安理会这次会议开始后不到30分钟，普京于当地时间周4早晨6点在莫斯科宣布，决定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当天的联合国大会也召开了俄乌危机的首场会议。张军在会上表示，中方呼吁通过和平方式寻求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中方呼吁各方认识到落实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继续开展对话协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和平方式寻求解决彼此关切的合理方案。中国驻乌克兰使馆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使馆提醒，如出现危险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一切以确保人身安全为首要，并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强力部门。如开车在外，可在车身明显处贴上中国国旗，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注意当地发布的安全提示，不要前往局势不稳定地区。华春莹在周4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也特别提醒在乌中国公民企业注意保护人身安全。如果要遇到问题的话呢，使馆会予以全力的帮助。华春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失控。我们希望有关的方面，他们能够心平气和，保持克制、冷静和理智，致力于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当前的事态，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失控。华春莹重申了中方立场，他指出，安全应该是共同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尊重和解决。我们希望各方仍然不要把和平大门给关上，还是要继续致力于对话和协商谈判，能够努力尽快缓解事态，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升级。对于美方暗示俄罗斯有中国背后支持才行动的论调，华春莹强调，俄罗斯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俄方完全基于自身的判断和国家利益，独立自主制定并且实施自己的外交和战略。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同美方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制造对抗和分裂，有着根本和质的不同。对于那种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和拼凑所谓的同盟和小圈子的做法，中方不感兴趣，也无意效仿。对于有记者问中方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华春莹正面回应道，在这种问题上，中国的做法和美国有质的不同。当我们看到有冲突风险的时候，我们不会主动去向对方提供武器，我们不会向美方给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设施设备那样去，我们没有。我想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有实力的大国，也不需要中方或者其他国家给他提供。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中方对于俄乌局势的态度仍然是外媒关注的焦点。整场发布会长达1个小时，面对外媒记者的持续追问，中方是否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为是入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再次强调，基于事实才能有全面的判断。那么我也注意到，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提醒各国要保持克制4个字被发言人多次提及。中国并不是当事方，解铃还需系铃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为什么普京会在刚刚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被称为顿巴斯的2个地区独立不久，就授权俄军在顿巴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呢？这也的确是出乎了我的预料之外。此前我曾经判断，普京的第一战略目标应该就是拿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2个州，先让他们独立，能够再逐步将他们收入囊中。在完成第一个战略目标之后，
普京至少会暂时性的见好就收。而在事实上，我认为在拿下这2个州之后，普京也已经没有进一步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打击的必要性。因为第一，在普京宣布承认这2个州独立建国，甚至是宣布派军队进入这2个州维和之后，乌方虽然嘴巴上不服，但在心里面已经接受和放弃了。这主要体现在乌方不仅并没有派军队去收复这2个州，甚至乌克兰总统还主动示弱，表明乌方不希望与俄方发生任何类型的战争，甚至还主动打电话向普京求和，但普京没有接他电话。同时，乌方在决定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还刻意把这2个州排除在外了。第二，由于北约早已明文规定，加入北约的国家必须既没有发生内乱，也没有跟其他国家存在领土主权纠纷，而普京非私进入这2个州，这说明乌克兰是存在着内乱与领土主权纠纷的。这实际上就已经彻底堵死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普京承认这2个州独立并且非私进驻，其作用是一石二鸟的，既分裂了乌克兰，又在事实上阻止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在这2种情况下，普京已经没有进攻乌克兰的必要性，更没有这样的迫切性了。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俄乌局势最危险的时候已经暂告一段落的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却发生了。那您觉得普京这次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我注意到此前外界一直认为，普京的2大战略目标，一是为了得到乌东部的2个州，二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现在，在已经得到了乌东部2个州，并且事实上已经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普京仍然决定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那也就说明早前外界的预判是不准确的。那么普京的真正目的何在呢？其实在今天的讲话中，普京已经亮明了自己的真正底牌。他说，占领乌克兰不在俄罗斯的计划之内，他寻求的是一个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乌克兰。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普京的真正目的，一是要全面解除乌克兰政府军的武装，让乌克兰从此变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军备的中立地区。第二，所谓的让乌克兰去纳粹化，其实指的就是要清除乌克兰境内的极端亲西方与反俄力量，尤其是清除这些政客。不过我认为，普京要彻底完成这2大目标，不完全占领乌克兰是不太可能办得到的。在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之后，拜登将会见7国集团领导人，并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宣布进一步的对俄制裁措施。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认为今天这场俄乌战争的全面爆发，实际上不仅意味着北约东扩的战略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而且意味着法国与德国早前的外交斡旋已经彻底失败，同时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与围堵战略也已经失败了。事实上，俄罗斯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常规军事力量，都远远不是美国与北约的对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却敢于对背靠站着美国与北约的乌克兰发动进攻，归根到底就在于俄罗斯具备战略气魄与胆量，而美国与北约却没有。美国甚至连惯常使用的模糊战略都不敢用了，一开始就表明，即使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美国也不会军事介入。不仅在军事战争上，美国及其盟友没有胆量，甚至是在他们最强项、最拿手的经济战上也没有。在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及其盟友拿出的是一些对于俄罗斯来说不痛不痒的制裁措施，甚至是普京宣布承认乌东地区2个州独立之后，这些制裁措施也是伤不了俄罗斯筋骨的。当然，这背后也有2个原因：一是制裁的分寸不太好拿捏，出手太重了，担心会刺激俄罗斯进一步破罐子破摔；
出手太轻了，又起不到阻吓作用；二是美国与欧盟内部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而俄罗斯显然正是看穿了美欧的优柔寡断与患得患失，尤其是看穿了这些制裁措施不可能持久，才果断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